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姨太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还有谁不知道《少年的你》吗？上映之后，影片无论口碑还是票房都大爆，最终票房预计将轻松突破10亿。这意味着易烊千玺即将在第一部主演的影片后成为10亿票房演员。近日，易烊千玺通过微博发表长文，回忆当初拍摄《少年的你》时的感受，称再次回到重庆故地重游，感慨万千。拍摄时的燥热、潮湿、压抑，如今却感觉有些许幸福。稍后呢，王源转发此文并写道：支持千玺，小北很酷。而王俊凯也加油称支持千玺《少年的你》。作者荞麦还尬夸了四字弟弟怎么回事，写个长微博，那遣词造句的控制力也真的赛过娱乐圈很多明星啦，好像真的是读书的。而熟悉易烊千玺的粉丝说，这样长篇大论可见电影对千玺有多重要。少年的你对易烊千玺当然重要，如果说长安12时辰只是让大家知道易烊千玺能演，那么少年的你则让人看到了新一代流量明星中产生新一代影帝的可能。但为什么是易烊千玺？点开朋友圈，不是在讨论电影的剧情，就是在讨论演员，反正这部电影是真真正正的火了。周冬雨自7月与安生后又一次有了自己的代表作，而易烊千玺算是从偶像到演员的一次完美进阶。在他们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国产影视的未来可期。无论是作品的内容还是演员的演技，相对之前的流量时代都有了飞速的进步。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依然能听到很多人在感叹面临职业危机呢？关于中年危机这个词早已经变成了老生常谈，自从去年部分女明星将这个话题提及之后，如今更是愈演愈烈。一开始还是分男女星的，后来很多男明星也开始表示自己很久都没戏演了。中年危机过去后，青年演员们的危机也同样没有被忽略。上到30岁左右的杨幂、赵丽颖，因为近年来观众审美需求的变化，杨幂曾经的偶像剧女主地位不保，而赵丽颖、刘诗诗等产后女星的复出也是争议不断。从两人的颜值到复出作品的类型咖位，被人全方位的分析了一遍。而到了年轻小花这一辈，迪丽热巴今年无戏可拍的话题也是被炒了很多次。其他小花们虽然没有提及这个话题，但是也能肉眼看见发现他们的戏约在逐渐变少，很多人都只能在综艺里混个脸熟。虽然说现状的确和这些言论很相符，我们也一直把这些问题归结到目前国产影视的类型太少，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同样是作为流量明星走红，易烊千玺如今可以有《少年的你》作为代表作，难道靠的只是在节目中一次又一次的毒鸡汤吗？正所谓百因必有果，为什么危机往往只出现在部分人身上？其实呢，命运很公平，有什么本事的人就能做什么样的事儿。也许曾经你可以因为自己的外表轻松得到成功，那么迟早有一天，你也应该知道外貌不是永恒的。当你外貌不在或被看腻了的时候，那时候你又靠什么赢过别人呢？初识千玺的时候，他还是那个内向不定表达的小男孩，如今再见已成为了初长成的少年模样。一直以来，千玺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踏实，厚积薄发，不断的在尝试中改变自己。他正在一步一个脚印，按照自己的想法努力下去。2013年 TFBOYS 出道，3人组里的千玺是那么的稚嫩与青涩，也从来不是最吸引人眼球的那一个。但是现在的千玺他长大了，仿佛用棱角在告诉我们，我已经不是那个小孩子了。在鱼龙混杂的演艺圈里，易烊千玺有着与他年龄不匹配的通度与成熟。有人说千玺有一种很深的疏离感，他的疏离感真真正正来自他性子里的又贵又野的骄傲。他不爱说话，也不爱笑，是那种喜欢待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千玺就是温柔与清冷的分割线。少年的你在讲小北，我觉得也是在说千玺，那个坚强独立的男孩，将来一定会有更好的惊喜带给我们。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